这绝对是世界上最难进入的学校，考验的不仅是学生，甚至还有家长。如果你不能全程保持优雅，就会被当场踢出学校。今天是佛姐一家的决战时刻，一家人检查完毕，整装前往伊点学院面试。作为国内最顶尖的学府之一，今天来参加面试的学生非常的多。刚刚踏进伊点学院的门，黄昏就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监视，或者说进入这所学院的所有人都在被监视。两旁的窗户边站满了教职工，他们正在通过观察面试者的一举一动来进行评分，判定他们是否适合这座学校。黄昏立刻让月儿和阿尼亚保持警惕，从他们踏入学院的那一刻，考试就已经开始了。仅仅是进入学校这一关，就有很多学生被淘汰。伊点学院的院长极其注重优雅，没有品味又不优雅的家庭没有资格踏入学院。而这时，校长注意到了佛姐一家，这一家不仅看上去优雅，居然还正在向初代校长的雕像行礼。作为亲密特工，黄昏扮成对方理想中的人物，简直手到擒来。天哪，这一家是何等的优雅！校长急忙让手下调出这一家的资料。不过一看阿尼亚跟狗爬一样的字儿和30分的成绩，校长决定再观望一下。好不容易过了第一关，一家人在前往会场的路上，突然遇到小胖墩卡下水道的突发事故，没有人愿意过去帮忙，这又很明显是考验的一环。黄昏一个示意，阿尼亚就走上前主张见义勇为。小胖墩不断挣扎，导致污水四溅，黄昏却毫不在意的一脚踏进下水道，将小胖墩拽了出来。不过这也导致他也被溅上了污水。校长非常失望，穿着满是污渍的衣服，可没法通过他们的面试。刚想把这一家赶出去，却没想到黄昏当场拿出备用西装换上，这是何等的优雅！校长又激动又不甘，孩子是在家长的影响下长大的，他坚信30分的孩子的父母应该也只有30分。这个可恶的黄昏一定是在伪装。第3关考验紧随其后，饲育室的大批动物突然出逃，朝着人群冲撞而来。黄昏大吃一惊，赶紧抱起阿尼亚逃跑，是想要通过突发情况看清他们的本质吗？一旦陷入恐慌，就可能正中下怀。其实不只是家长们，就连校长本人都惊呆了，他可没有安排这种危险的考验，也就是说，这是真真正正的突发情况。要知道，这里面可是有很多大人物的孩子的。校长赶紧派人前去援救，财务官的孩子突然摔倒，眼看就要被牛群踩踏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黄昏救出了孩子，不过自己的衣服也被扯烂了。阿尼亚又因为混杂的人群感到不舒服，必须要赶紧将暴乱兽群解决了。月儿面无表情的冲向兽群，仅仅2周点穴，健壮的公牛首领当场倒地不起。黄昏和阿尼亚都惊呆了，就连兽群都被吓得连退10里。感受到了公牛害怕的情绪，阿尼亚走上前安慰了牛牛，终于让兽群平静的离开了。这是何等的优雅！校长浑身颤抖，撞开门板，狂奔下楼，向佛姐一家解决这次危机表示感谢。为了收拾局面，学院将推迟面试时间，校长让他们收拾好仪容再去会场，成功避免落选。黄昏让校长不用担心，他们预料到了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于是还准备了一套衣服。这已经不是优雅，而是可怕了。就这样，佛姐一家成功进入正式面试。黄昏事先在会议室中装了窃听器，切实感受到了面试的严苛。不管是潜入穷凶极恶的犯罪组织，还是停下仅剩1秒就发射的大型导弹，都没有这一刻来的如此紧张。这种将成败交于他人之手的恐惧，佛姐一家的面试正式开始。面试官一共有3位，老实保守的马尔卡姆社长最好对付，只要态度诚恳，给出符合常理的回答，就有希望加分。第一个问题就是再婚父母的夫妻关系。黄昏面不改色的编造了一段和月儿的美好过往，月儿也从心底对深爱女儿的黄昏感到认同。幸福的夫妻关系惹来了第2名面试官失望的嫉妒，对方是前任校长的独子，走关系进的学院，为人傲慢贪婪，因为上个月刚和妻子离婚，并失去女儿的抚养权，所以在面试中一直对别人的家庭乱发脾气。第2个问题，选择伊点学院的原因是因为贵校老师拥有极高的教学水平，一定能给他的女儿带来最好的教育。黄昏优雅的回答让第3位面试官校长大人非常满意，不愧是他看中的男人。第3个问题，阿尼亚在父母眼中是个什么样的孩子？黄昏的闺女自然是百般赞美，又问起月儿对阿尼亚的教育理念，月儿如实回答，她并非孩子的生母，起初她会为了讨好阿尼亚而惯着她，不过为了孩子的未来，她也会严厉起来。面试官又问起了家庭料理的事，月儿一下就紧张起来，因为她除了打扫什么都不会。黄昏主动接过话头，表示料理都是她在做，这可让史王逮着机会嘲讽，居然还有不会做饭的妻子吗？黄昏非常维护月儿，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事，她擅长做饭，月儿擅长打扫和照顾孩子。史王就觉得这本来就是女人该做的事，对女性的贬低让黄昏非常不满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气，明明月儿并不是他真正的妻子。史王非常讨厌这种俊男美女的美好夫妻，打定主意要刁难他们。马尔卡姆赶紧打圆场提问孩子，首先就是姓名、地址、爱好这种早就练习好的平常问题，阿尼亚很顺利的回答出来。阿尼亚在面试的时候差点曝光了亲爹的秘密，老师问他入学之后想干什么，阿尼亚脱口而出我要揭穿组织老大的秘密。黄昏人都傻了，赶紧打圆场，表示阿尼亚对处于顶端的校长非常感兴趣，小年纪就有如此志向，非常优雅。在黄昏的帮助下，阿尼亚成功说出了校长的全名。那么为了他的目标又该付出怎样的努力呢？阿尼亚正义凛然，凭借自己的本领求生，与死亡相伴，锻炼自己。
校长大吃一惊，这是何等的决心，他太小看这个孩子了。马尔卡姆赶紧转换话题，问阿尼亚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。阿尼亚说这个简单，那当然是这不能太厉害的心理医生。又问起父母在阿尼亚心里的分数，阿尼亚说都是满分，他最喜欢爸爸妈妈，想永远和他们在一起。失望最讨厌这种幸福的场合，非阿尼亚把月儿和他的生母做比较，不回答就扣分。黄昏眼神不善，虽然不清楚阿尼亚为什么会在孤儿院，但他的亲生父母可能都已经去世了。黄昏扭头一看，发现阿尼亚已经哭了出来。失望一看正中下怀，立刻煽风点火，一个劲儿贬低阿尼亚和月儿。哎呀，孩子素质不行啊，果然还是更喜欢金妈妈呢。月儿当场脸色黑沉，开始活动手腕。黄昏不断劝自己要忍住，反正他们不过是虚有其表的家庭，这点重伤根本不痛不痒。嘴抽完的死亡一扭头，对上黄昏面如修罗的脸和挥出的拳，一阵巨响之后，面前的桌子被黄昏一拳砸碎，凹陷中间躺着一只可怜的蚊子尸体。黄昏道了一声失礼，扭头就走。如果轻辱孩子是贵校的教育理念，那就是他选错学校了。失望顿时火冒三丈，大喊着他们休想入学，靠着父亲的身份，连校长都不放在眼里。回想起黄昏说过仰慕学校的教师，校长心生愧疚，想当权者阿谀奉承的他不配成为教育者，遂一拳干翻失望。回到家之后的黄昏一脸生无可恋，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做出那种举动，落榜是铁定的了。阿尼亚一个劲儿和黄昏道歉，都怪他考试没有努力，如果任务失败，他没能去上学，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就结束了，现在的生活也会化为虚有。但他们能通过面试的希望实在渺茫。月儿安慰黄昏，毕竟校长和马尔卡姆都是好人，说不定他们真的能通过。而就在他们一家三口喝茶相互打气的时候，全家福的照片啪叽从墙上掉了下来。任务的成败究竟如何？